不知过多久，等到林之孝醒来时，顾魏早已上班，而他在临走前留了张字条，旁边还有一大一小的保温桶，分别是给林建国准备的滋补汤，以及煮给林之孝的白粥。其实昨天晚上，顾魏已经整理好一份关于去国外治疗的参考资料，希望林之孝能结合自身的情况做综合考虑，若是执意如此，他也会全力以助。来到医院的顾魏给杜医生讲解手术方案，在这过程中频繁咳嗽。杜医生以为顾魏是感冒导致，怎料顾魏竟表示自己是被一只小猫传染，听得杜医生满头雾水，尤其看到顾魏嘴角的笑意，更是一脸疑惑。林之孝再三考虑，最终拎着保温桶赶去医院，并且和父母认真讨论了治疗的选择。而在林之孝的建议下，林母欣然同意继续待在国内治疗。恰巧顾魏来到病房门口，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感到很欣慰。林之孝回头看见顾魏，两人相视一笑。随着林建国的检查报告出来，顾魏向林之孝及其母宣布了好消息。根据癌胚抗原指标显示，化疗结果远比预计的要好，所以也就意味着林建国在国内治疗的决定完全正确。林母听得真切，欣喜若狂的冲向林建国，而林之孝也忍不住激动落泪，连忙道了感谢。正当林之孝准备挂掉电话时，顾魏突然跟林之孝说声抱歉，表示自己之前态度很不好，一是因为工作方面的压力，二是误以为他和少江在谈恋爱。林之孝听到顾魏的话，不由愣住，忐忑的询问他的意思。顾魏没有往下解释，而是强调字面的意思。正好杜医生来办公室，顾魏只好先挂断电话。林之孝难以自制的欣喜，事后忍不住向顾潇分享这一好消息。萧山知道林之孝表面是去感谢顾魏，实则想要拉近彼此的关系，所以建议他凭着自身的专业，送一首曲子，显得浪漫有趣。起初林之孝强烈反对，可是回到家里考虑许久，鼓起勇气背着大提琴前往医院，表示要为他演奏一曲作为感谢。而在那天台之上，顾魏听着乐曲，迎着晚风，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两人之间没有千言万语，林之孝给顾魏演奏的波尔卡，代表着不高明也不复杂，如同他喜欢顾魏，相信顾魏可以听到自己的心声。眼看着夜色已深，天空淅淅淅淅下起了小雨，顾魏牵起林之孝的手，一路送他去地铁站。两人在等地铁时，林之孝好奇询问顾魏曾经是否送过别人，如果自己不是病人家属，又代表着怎样的身份？奈何地铁的声音打断了二人谈话，顾魏根本没有听清楚，只是交代林之孝先在原地等自己，紧接去自动贩卖机买了瓶可乐，并且在可乐瓶上写着表白的话语，叮嘱林之孝回家要将可乐喝掉。但是林之孝完全没有多想，同样也没有注意到可乐瓶子上的文字，只因为不舍得喝掉顾魏送给他的礼物，这才错过了表白。与此同时，杜医生过来通知顾魏参加明天的医学交流会。顾魏听到交流会改在母校的阶梯教室，脸上更是掩藏不住笑容，期待明天就能见到林之孝。然而林之孝在教室外面等着顾魏，正好与高希打个照面，医院同事准备去聚餐，所以邀请他也一同参加。在盛情之下，林之孝跟着大家去了餐厅。严医生趁着顾魏中途出去接电话的功夫，主动向主任等人介绍林之孝的父亲是由高希负责化疗，顾魏负责主刀。林之孝起身向高希敬酒，尽管高希礼貌回应，但是滴酒未沾。严医生调侃高希与顾魏是医院里公认的金童玉女，以后结婚免不了要敬酒。林之孝闻言失落不已，于是找了个借口先行离开。等到顾魏重回席位，这才注意到林之孝早已不在。杜医生也悄悄发了条短信说明情况，在座众人还未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可顾魏脸色早已变得铁青，不仅当众数落严医生，甚至宣布自己的女朋友正是林之孝。高希一脸震惊的看向顾魏，没想到他和林之孝发展的如此迅速。主任见状赶紧打圆场，但是顾魏再次强调，不希望以后听到同事拿他和高希乱点鸳鸯谱，因为这除了会让周围人产生误会，更会惹得女朋友伤心难过。林之孝红着眼眶往家走，脑海不断回想着顾魏与高希的传闻，便认定是顾魏戏弄他的感情，亦或是自己本来就自作多情。而此时，顾魏匆忙追了过来，坚持要向林之孝解释清楚，一把将他拉入怀中，
让他聆听着自己的心跳声。靠在顾魏的怀里，林之孝逐渐感受到对方浓浓的爱意，这也让顾魏有了勇气，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手串，作为彼此之间的定情信物。手串是奶奶留给顾魏的未来媳妇，也是见证了老一辈的爱情，所以当顾魏亲手送给林之孝，便已经认定他是自己要共度一生的人。面对顾魏的真诚表白，林之孝破涕为笑，并且以相同的方式回应对方，为之前的暗恋画上圆满。短暂喜悦过后，两人手牵着手一起回家。当天夜里，林之孝兴奋不已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突然想到顾魏提醒他还没有喝可乐，果然林之孝喝了几口，发现瓶底写着一行小字：林之孝，我喜欢你。最后又是反问他的态度，原本昨晚就能看到的表白，居然因自己的缘故推迟到今天。林之孝一鼓作气的喝完瓶子里的可乐，用黑色马克笔在瓶身写下了 Me too， 随后拍下照片发给顾魏。此时顾魏看着照片傻笑，像个情窦初开的毛头小子。直到高希发来短信约他在楼底见面，脸上的笑容逐渐变得凝重。高希借着醉意质问顾魏为何选择林之孝，可感情的事情全都平心而定。顾魏想过与高希试着交往，可是刚冒出的念头又很快打消，因为他们根本不合适。高希在顾魏看来，如同一个翻版的自己，正是太过相似，才会让这段关系点到为止，仅停留在朋友的阶段。向来高傲要强的高希不愿在顾魏面前示弱，背对着他哭成了泪人。等他走出小区，才拨通了大洋彼岸的电话。第二天早上，林之孝一觉醒来，收到顾魏的短信，于是来到阳台，通过电话与对方打了招呼。尽管看似跟普通邻居没两样，可彼此投去的目光充满着爱意。顾魏更以男朋友的方式道了早安，林之孝亦是如此。因为顾魏的缘故，林之孝一整天都是好心情。刚到学校没多久，忍不住发消息给顾魏，询问他今天有何安排。印喜发现林之孝总是抱着手机傻笑，猜到他肯定结交了男朋友。而林之孝在印喜和萧山的追问下，大方承认自己和顾魏交往的事实，甚至洋洋得意的炫耀下午要去电影院约会。高副院长突然来找顾魏，表示高希昨天向医院申请出国休假，所以想让顾魏帮着劝说开导。顾魏知道这其中原因，委婉的拒绝了高副院长。杜医生跑来通知顾魏有一台急诊病人的手术，也正因如此，令他不得不爽约。从下午等到天黑，整整3个小时，林之孝默默坐在电影院大厅，直至散场。顾魏匆忙赶来，说明了缘由，为此很是自责。幸好林之孝并未责怪，而是半开玩笑的表示已经体会到与医生恋爱需要做好随时寻找失踪人口的准备。林之孝牵着顾魏来到影院售票员面前，向他介绍自己的男朋友其实没有放鸽子，并且非常骄傲的夸赞了他的帅气。顾魏开车送林之孝回家的路上，林之孝依然一脸花痴的看着对方，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自己会有个如此英俊不凡的男朋友。奈何顾魏始终将林之孝当成小朋友，处处呵护又体贴，反而让林之孝觉得不爽，因为他想要成为顾魏眼中的女人，不仅只有可爱，还得是成熟知性。所以回到家里，林之孝照着镜子反复打量自己，越看越觉得气馁。顾魏接连发了几条短信，总算是将他哄好。上次电影院的约会彻底泡汤，顾魏和林之孝把时间改在周末。萧山觉得不太可靠，于是想了个妙计，由他和印喜、林之孝各自带着男友出行，暗地里帮着林之孝助攻把关。为免后顾之忧，萧山主动打电话给顾魏，提议几人外出游玩，顺利征得他的同意。起初顾萧不愿去，可在萧山的威胁后连声答应。到了约会当天，一行6人分成2辆车出发，林之孝专门精心打扮一番，穿上淑女裙化浓妆，踩着犹如跷跷板的高跟鞋，走路姿势搞笑又怪异。印喜和金石谨记萧山的叮嘱，故意在后排车座上卿卿我我。林之孝不甘示弱，也想和顾魏秀个恩爱。顾魏像是收到了感应，非常配合的牵起他的手。大家抵达了目的地，才发现是林之孝心心念念的古镇。顾魏看出林之孝不适应穿高跟鞋，便去附近帮他买了紫色平底绣花鞋。旁边的萧山和印喜忍俊不止，林之孝能够理解顾魏的直男审美，佯装非常喜欢，
又找借口拒穿绣花鞋。由于高跟鞋不合脚，萧山想到用透明胶带的方法，看起来更为滑稽。三对情侣逛完景点，精疲力尽的来到一家餐厅落座。萧山故意点了份情侣套餐，符合当地的传说，只有相爱的人共吃一根面条，以后才能白首到老。金石和印喜不落后于人，也跟着点了情侣套餐。萧山起哄让林之孝参与其中，可顾魏没有任何反应，表情变得有些严肃。林之孝本就是个不服输的性子，于是向顾魏建议共吃一碗面条，而顾魏忽然盯着林之孝，并且让他闭上眼睛。萧山几人看得真切，误以为顾魏是要亲吻林之孝。同样，林之孝与在场人的想法不谋而合，一脸期待的凑了过去。奈何顾魏这个大直男意不在此，伸手撕掉林之孝的双眼皮贴。沉浸在甜蜜之中的林之孝瞬间恢复清醒，窘迫又无语的找借口跑开。顾魏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让人多么尴尬，留在原地不作所云。萧山和印喜见状追了过去，分析顾魏或许是碍于面子，所以才没有和林之孝亲密，因此决定待会三对情侣分散逛街。果然，顾魏和林之孝单独相处时，那根紧绷的神经总算是放松下来，不再像之前显得拘束。由于林之孝非常重视这次约会，也未能让自己看起来稳重成熟，以至于吃了高跟鞋的苦头，走了一整天的路，脚后跟磨得红肿。顾魏主动为林之孝换上绣花鞋，并且非常体贴的按摩脚踝，再三叮嘱他关于高跟鞋对骨骼的伤害。看着林之孝连连应声答应，顾魏这才脱下外套披在他身上，两人并肩而坐，静静等待着烟花盛典。漫天烟花绚烂绽放，林之孝赶紧闭上眼睛许愿，事后询问顾魏的心愿，而顾魏表示自己愿望早已实现，因为最大的心愿正坐在身边。正是顾魏这番不经意的情话，直接戳中了林之孝的心。随着烟花燃放越来越多，几乎照亮整个夜空，顾魏和林之孝深情对视，两人在夜幕之下一吻定情。与此同时，少江结束了完美的演出，通过经纪人得知下一场要去华清大学，还急需一位大提琴手。当少江翻看朋友圈时，发现了林之孝和顾魏的合影，内心感到很是失落。尽管林之孝和顾魏确立了恋爱关系，可他们并未告知双方父母，如此一来，谈恋爱像是打游击战，随时避免被自家长辈抓包。假期结束之后，林之孝要去学校报到，一路小跑着下楼，极其紧张的钻进顾魏车里，以免被林母发现。去往学校的路上，顾魏专门给林之孝准备了早餐，林之孝知道是他亲手制作的三明治，为此很是感动。林之孝也在网上订了情侣衫，顾魏觉得幼稚，表示自己绝不会穿。此时少江过来向林之孝打了招呼，提及已经推荐他上台演出的事情。林之孝欣然接受了少江的邀请，毕竟如果演出成功，极有可能与公司签约，成为大提琴手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旁边的顾魏听到少江要和林之孝单独练习，脸色变得非常难看。林之孝看出了端倪，所以在少江走后，一再强调少江只是自己的师哥，心里从始至终只有他。虽然顾魏把少江当成了情敌，但他通情达理，知道演奏会对林之孝的职业生涯有很大影响，所以非常支持他的决定。回到医院里，顾魏收到林之孝买给自己的情侣衫，又恰巧听到大家八卦小刘女友被初恋撬走，不由产生危机感，于是下班后穿着情侣衫去学校接林之孝。音乐室的排练结束，少江故意与林之孝交流音乐心得，令他一时半会无法脱身。顾魏走进音乐室，非常亲热的喊了声笑笑，林之孝立时喜出望外，欢呼雀跃跳到了顾魏身上，让他抱着自己连转几圈。林之孝发现顾魏穿着情侣衫，为此更加开心，商量着晚上去哪里吃饭，而少江不介意当电灯泡，跟着他们去了餐厅。三人各怀心事，气氛略显尴尬。顾魏主动脱下外套，故意展示与林之孝的情侣装，他和少江之间的对话都充满了火药味。少江不甘示弱，再次提及他和林之孝过去的事情，顾魏完全插不上话。趁着林之孝去洗手间的功夫，顾魏立马开口表示林之孝是自己的女朋友，可少江认为只要还没有结婚，他就有追求林之孝的机会。此时顾魏接到医院的电话，
因为临时有紧急情况，他不得不赶回去。少江求之不得，主动提出自己陪林之孝吃饭，但是顾魏避免让情敌和女朋友单独相处，于是打车送林之孝回家。少江收到林之孝的短信，只好失落离开。而在另一边，顾父回家说起高希突然休假的事情，并且从高副院长那里了解到，此事应该与顾魏有很大关系。顾母早已将高希当成未来的儿媳妇，于是主动给高希打电话，向他了解情况。林之孝吃完饭以后，继续去学校音乐室与少江练琴。由于他事先将手机静音，所以顾魏给他打电话，始终是无人接听。等到了傍晚，林之孝拿起手机，发现许多未接电话，赶紧回拨了过去，主动解释手机设置静音的事情。本来顾魏是邀请林之孝明晚吃饭，可林之孝现阶段时间很紧张，实在是脱不开身。顾魏掩饰着失落，对于他的情况表示理解。顾母给顾魏打去电话，声称自己老友的女儿得了胃炎，想咨询问题。顾魏寻思着明天没有安排，也就欣然答应。晚上独自坐在客厅里的顾魏，满脑子都是有关林之孝与少江的画面，以及少江充满挑衅的话语，挖苦他的年纪与林之孝不匹配，心里产生了不安。果然再次给林之孝打电话，依旧是没有打通。正当他坐立不安，频繁盯着时间留意门外的动静，忽然传来门铃响声。林之孝急不可耐地冲了进来，一边抱住顾魏，一边表达歉意，捎带了鸡汤回来，并且往鸡汤里添加香菜。此时少江发消息给林之孝，表达乐队对他的想念。林之孝语音调侃少江的喜好，而顾魏听到后醋意大发，非常认真地告诉林之孝，自己其实根本不喜欢吃香菜。后知后觉的林之孝认定顾魏吃醋，可顾魏还在继续嘴硬，实则醋坛子早已打翻。当天夜里，顾魏辗转难眠，睡不着，反倒是林之孝一夜好梦，早上神清气爽的起床，发消息询问顾魏是否要送自己去学校。没想到顾魏一反常态的拒绝，直言已与别人有约，这让林之孝在练琴时心不在焉，频繁出错。少江看出林之孝心情不好，所以先让他休息下，趁机表达了爱意，认为当初若是没有出国，或许两人早就在一起。可是林之孝并不接受这种假设，因为他知道高中时期对少江的喜欢，不过是对兄长的喜欢和崇拜，不同于对待顾魏的男女之情。